嗨，YouTube，大家好，我是李伟康。今天在这个直播室、录影室这里呢，非常荣幸的有金马导演张吉安。嗨，红人伟康你好，主持人你好，主持人你好。没有，我今天很紧张哦，因为虽然我跟吉安是认识了很久哦，然后但是这一次呢，是我以主持人的身份呢去访问他。记得大概在10多年前的时候，我就有上过你的节目，对，那时候我是被访者。然后今天我还记得那时候是乡音考古的节目，乡音考古的节目，对啊，那时候是你代表惠宁会馆。有好几个身份，惠宁会馆还有剩那一个博客的身份。OK， 好，所以今天呢，就反过来啊，我觉得哇，今天我真的很兴奋啊，因为能够请到吉安上来呢，去宣传他的新片《五月雪》即将在马来西亚上映了。是，好，所以大家聊聊。所以大家都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呢，他们都很兴奋啊，其实就很期待说你的电影能够在马来西亚的这一个土地上呢。理所当然的在电影院看到那一套戏，所以因为上一次南屋的话，就没有机会啦，然后所以这一次五月雪终于有机会在马来西亚7月18号啊就正式上映了，对，所以吉安可以来聊一聊你的这一个心血吗？我想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在网络留言的一些无论是我以前的听众或现在的一些朋友也好，大家都我觉得第一个反应是觉得有一点惊讶，因为基本上我发觉到从去年大家知道这部电影在我们从公布到威尼斯影展去参展，然后到世界各地的影展去放映，然后接着在金马奖，然后到今年最靠近的是香港国际电影节。那么其实蛮多的一些朋友，包括住在新山的朋友到新加坡去看，甚至在期间也有一些马来西亚的朋友飞到香港到台湾去看。那么他们看完之后，有一些朋友现场给我的反应就是他们觉得这部电影在马来西亚上映的机会不大。后来我们身边的一些业界的朋友，他们看了之后，基本上大家都一致的反应，都觉得这部电影在题材方面、内容方面，甚至是里边所触碰到的这个513的议题，在现状的马来西亚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像今年我们知道马来西亚的这个政治的事件不断的衍生一些课题，从袜子啦、高跟鞋啊，甚至很多很奇怪的一些事情都发生了。我们知道因为现在马来西亚的整个政治现状来说，我们要说它不好吗？它又不是让我们很担忧。那说非常好吗？却让我们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甚至心里面有很多的说不出来的一种担忧。可是对，因为蛮多人看了之后，尤其在国外看了之后，大家给一致的反应说，还是叫我们放弃再纠缠下去，就是放弃这个在马来西亚上映的希望。后来是因为在去年年尾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当时候有不少人，就是马来西亚的朋友，从新山那边坐巴士到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去。因为那时候当大家得到这个消息，是因为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算是东南亚最权威的一个电影节，那么刚好五月雪在那边做东南亚的首映，那么大家去那边看是希望看一个国际版的。那结果在现场结束之后，那有一对夫妇他就走到我面前，是一个马来夫妇。那我当时可能他就是新加坡当地的朋友，想跟我交流。那么结果这位先生他就拿了一张名片给我看，我一看之下我就发出会心的一笑，原来他是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的副主席，对，就是 FINAS 的副主席。我当下就愣了一愣，然后笑一笑，他就看着他，然后他当下就跟我说，就非常有礼貌说，他说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他说他非常希望我能够争取这部电影在马来西亚放映。那因为毕竟我们知道电检局是属于内政部管辖的，那么电影发展局其实是鼓励
马来西亚的导演创作的，他们不会去干扰，甚至不会去打搅你创作任何的题材。那么他当下说希望你去争取，希望你去把这部片子送去电检。那我当下就问他一个问题，那你觉得这部电影能在马来西亚上映吗？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当时我说我没有把握，可是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我觉得他这一番好意让我蛮感动，因为他特地过来，他跟我说他是特地过来，他说想要，因为他听到这部电影从去年因为威尼斯影展之后，因为电影发展局嘛，毕竟他们都非常留意每一次马来西亚任何导演的作品到国际影展，他们都希望马来西亚的作品更能够去国际上去发扬光大，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因为是电影发展局嘛。所以他说这部片子在去年进了威尼斯，然后另外一部片子就是我们知道也是我认识的一位女导演，叫做那个 Amanda， 她的那个虎纹少女是在法国坎城。那么他说当我们国家的导演有机会到国际影展去发扬光大，去展现我们那个创作的这个软实力的时候，身为马来西亚的国家的电影发展局是非常鼓励的，甚至是会大力的支持我们的。但是能不能够上映是另外一个部门去管辖。所以当时我说好吧，我就刚好就把我的那个马来西亚制片巧胜就签了过来，说Finas 的副主席都来了，然后我们就介绍了之下，他就跟我说只要你们一申请到这个过了审，我们Finas 的 Wajib Dayang 随时随地等候你们，会留一个名额给你。他们真的是留一个名额给我，一直等了半年。所以我们就在5月尾的时候29号公布的时候的那一个下午3点，我们就拿到 Wajib Dayang， 所以他们非常的快。而且就是因为这个主席的这一番话有了一个强心针啊，他真的是让你们感觉到好像有一点希望了所以他就是一个对他的出现，这位副主席的出现副主席的出现他对我来说是我们蛮惊讶的，因为你们事前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他的出现，因为我们没见过面，我们只是知道在现场的观众有一些马来朋友，那当然也新加坡的当地的观众也有，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马来西亚飞过来的。然后我们回来马来西亚的第2天就接到了这个电影发展局的电话，他就跟我说对方跟我们说你们可以出席马来西亚电影发展局跟新闻部的一个活动嘛。那我们说什么活动是一个表扬会。我们这当下很奇怪，因为我们这部片子并不是在国家电影发展局的基金的这个辅助下拍摄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活动要我们出席，可能要介绍我们给这个电影发展局的一些伙伴认识之类的。可是我们去到现场，我们才惊讶，原来他那个大会是算是1年当中的一个总结，就是国家新闻部就是要表扬去年就是2023年一整年的杰出的电影和短片。那杰出的电影每一年都会表扬10部大概9部到10部左右，然后我们在当中就是其中一部。那很有趣的就是我们是原来是最后1分钟放上去的，然后我们接过那个奖状，是我们就是11部当中的其中一部。我当时就问了那个副主席我们是不是最后一部决定放上去？是因为说我们在新加坡看了之后觉得这部片子是马来西亚的电影，然后你们在威尼斯有这样的成绩，在影展有这样的成绩，应该被列入当中。那我觉得很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你会发觉到我们常常在误解或者是埋怨马来西亚的一些官方或者马来西亚的一些机构没有支持本地的创作或本地的一些导演。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很努力的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尝试要突破那个框架，突破那个禁忌，甚至是要突破那些自古以来设下的一些制度。有时候是因为我曾经在马来西亚
国家广播电台工作，对，你我知道曾经是体制里面的一员。对，我们常常对体制有一个误解，是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样的，大家都是明哲保身，可是当中其实偶尔会出现一些很重要的人想要去突破，想要去改变。所以我甚至后来才发觉到很多的一些电影的一些朋友跟我们说，他们发觉到这一届的马来西亚的电影发展局的无论是主席也好副主席也好，跟他们整个这个里边的一些董事委员，大家其实都想要突破，大家都想要去走出以前设下的一些制度，可是你知道很难，因为总会有一些监督的眼睛在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这么做，不可以那么做，可是他们都很努力的用很婉转的方式去勉励跟鼓励马来西亚不同领域的创作者。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不断的把马来西亚方方面面的一些制度的弊端提出来，那是一件好事。那如果他们做得好的，也应该对，我们应该说应该给他们鼓励，因为毕竟你知道吗？要在制度里面，我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在制度里边提出一些反对的声音，我就被誉为是制度里边的毒虫。对，我常常以前在广播电台的时候呢，无论是我的主任也好，我的上司也好，他说你就是我们体制里面的反对党，就是我们提一些特别的事情出来，你总有办法在里面找出一些瑕疵啊，或者是找出一些不符合人主流意见的，对，就是可能不符合可能当中有一点存在很多歧视之类的。我说总要有这样的人在体制，那体制才会改变嘛。可是因为问题是我们的声量太小，当你是在制度里面的单一的一个分子的话呢，你常常就会被孤立。因为我们会提出问题，我们会提出他们做不好的事情，甚至我们会提出一些制度里面非常歧视的，无论是肤色之间的歧视，或者是性别之间的歧视都有，所以这很困难的。所以我后来尤其是这一次遇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电影发展局的这个副主席，他亲自过来，我觉得这是他大可不必做这件事情，这不是在他任务。反正马来西亚电影有的上映没得上映，对他来说即便上映了他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可能如果上映之后万一片子出现了问题，他也许要去回应很多的一些保守人士的一些质疑，或者是一些敌对的声音。所以他大可不必做这么多，可以安安分分的，可以很安心的去作为他这一个职位很安全的去行使，就是每一天他的任务吧，对他日常的任务，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个人其实看到了一些转变，但是我又很生怕这个转变又是短暂性，对，因为我常常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尤其以前在广播电台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可能这一个好的政策就实行了大概1年2年之后，突然间换了一个政府，又换了一个部长，它就不一样了。没错，在马来西亚就很担心他的那个政策不能够有持续性的发展下去咯。所以为了向大家去因为我相信了我的节目里面有一些新的年轻的观众所以我还是要再介绍一下吉安呢，他这一部《五月雪》是他第2部的长篇的长的电影。吉安他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凭这一部《南巫》的一个电影呢获取了这个金马奖的这个新导演奖的所以这一次《五月雪》呢，他也是荣获这个第80届威尼斯电影艺术特别的表扬奖，还有第48届的香港电影影展的火鸟大奖最佳电影，以及入围第60届金马奖的9项大奖的提名，所以这个是很鬼了不起的难怪在我女儿她在读中的时候，他们要说写马来西亚名人的时候，你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位名人的嘞。
你是入围马来西在这个学校里面，你算是其中马来西亚的一位名人的，所以能够跟你谈这个五月雪，我真的这个与有荣焉啊！谢谢你的女儿，谢谢。然后我想请问说，这个五月雪，其实很多人认识你的人都知道，其实你是做了很多年的一个功课，但是有一些新的朋友呢，他们就想知道说，你的这个五月雪的灵感是来自哪里的？这一部戏哈，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很多可能马来西亚的朋友，可能最初听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是从广播开始的，所以后来我离开广播，尤其是我在广播做了12年，我一离开，突然间大家会用突然间变成导演。基本上我本身是电影系、影视系毕业的，只不过是突然间变成广播人，所以广播人反而不是在我人生计划当中要做的事情，反而电影是我计划中的。只不过因为我毕业之后，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很没有自信跟很自卑的一个人。我觉得我自己在创作这一条路上，那时候毕业发觉到自己对于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认识非常的不足，所以后来就有了一个启发，就是说老师告诉我，如果以后你要拍马来西亚本土题材的电影，倒不如你用个10年、15年甚至是20年去做一个导演功课，就是去做比如说社区啦，去做采集啦，去哪怕是做社会运动、社区的关怀等等。我们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对，所以我就很听话，你没有觉得他在忽悠你？虽然这个老师不在了，后来我一直在，我有梦过他。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疫情期间，刚好那时候还去金马奖之前的1个月，我梦到他。我这个梦很有趣，那个梦我梦到他出现，他说：“你看，你要不要感谢我当年就是教你10年、20年不拍电影，然后去做功课？”然后我说我在梦里面笑到哭出来。然后我醒来过后，对，就是不要忘记这个老师。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以后会往哪里走的。那也幸亏当时我在做这个田野调查跟做这个社区关怀甚至社会运动的时候，我已经把电影放一边了。就是因为把电影放一边，我就义无反顾的什么都做。但是就是因为什么都做，所以很多的题材我遇上了，无论是关于老街的，关于513事件的，二战的，甚至是关于一些弱势的群体，比如说像老妈节啊，还有3寸金莲的女人等等。所以这些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只听过，我们没有亲眼看过。可是在这10年20年里边，我很庆幸我暂时把电影放一边，就走到民间的时候，你看到这些人活灵活现的在你面前出现，在你面前说话。然后我后来发觉到好不好，我们就花一些时间就陪伴这些人老人家谈天也好，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建立关系有一点怎么说，我们并不是在他身上要什么东西，我们其实想要趁着他还在的时候把他的故事偷过来存起来。这个偷基本上并不是不人道的偷，就是我们每一天去找他听一些故事，然后希望可以记录下来。那很多当然这些老人家，比如说我在做采访513事件，比如说后来2009年，其实蛮巧，那时候2009年有2件事情把它串联在一起。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你在专心做这种所谓的民间社会这种义工服务的时候，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去找他，而是他来找你。因为你跟这一些议题建立的关系之后，很多的脉络它其实都是穿针引线，每一个脉络都叠对叠，线对线，它都会连在一起。所以那时候2019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2019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生气的一年。那个时候包括了我们马来西亚吉隆坡最长最大的监狱，就是半山巴监狱拆除了。
在拆除的那一天前一天、2天、3天，我们都在那个监狱前面，我们做了很多非常正面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那一边呼吁大家保护这古迹，从1895年留到现在的半沙巴监狱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做了一些抗议的活动，甚至那个推手把它推下了那个墙壁，那个世界最长的那个壁画，大家都没有觉得是珍惜的、很重要的。然后这个半山巴的监狱被推倒之后，我们就发起了半山巴社区艺术计划。然后在半沙巴社区艺术计划发起的同时，我们就采集半沙巴的故事。从那边我就开始听到了关于513事件、大华戏院包括后来在戏当中出现的为什么会有拿督公庙，问拿督公的那个神龛里面为什么有观世音菩萨放在一起，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一些乡野传说，还有一些历史事件。后来又包括了麻风病院一些地方要拆建有要建一些大学的一些宿舍等等，然后我们又过去。后来就是因为在麻风病院那边，我们跟一般的朋友做采集跟做一些活动的时候，结果当地的渔民告诉我们，后山有一座坟墓很有历史的。我当时就听什么很有历史的，我还就以为说就是一般的那种义山在我心目中就是因为马来西亚我们都叫义山或者是坟墓园。结果我们翻山越岭走到那边的时候，就是一片荒凉，杂草丛生。那我们蹲下来看那个墓碑的时候，才发觉到每一座墓碑都写上 By the courtesy of Malaysian government， 就是马来西亚政府当年所立下的这些墓碑。那你就觉得这些人应该就是丰功伟绩，或者是一般上军人啦，或者是对社会有功的人士，通常都会有这样 By the courtesy of Malaysian government。 可是我觉得就很奇特，就是每一个人死亡的日期从14号、15号一直到19号。后来那个岳明终于开口了，说这是513事件的乱葬岗。我们当下愣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一般朋友们发现的时候你没有想过513事件从小到大就是炫耀在耳，无论是绘声绘影的听人家在讲，长辈在讲。可是今天当这些墓碑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当下是有一点招架不住，就是里边招架不住，没有想到说会有这样的一个对你发觉到历史实体的东西，对历史的铁证如山就在你面前出现。后来我们就想，要去哪里找这些资料？当然不可能。后来我发觉到，其实这座坟墓陆陆续续有人发现了，只是大家都按耐不住不说。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是，我们不想要公开这座乱葬岗，因为要保护它，适当的时候才可以把这个地方给公布出来，可能哪怕10年、20年、100年后，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座乱葬岗。你会发觉到，其实这些人埋在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的疑问：到底埋了多少人？埋了什么人？到底这些人他们怎么死的？当天晚上他们遭遇了怎么样的不幸？甚至我就当时跟一个修女，我们就用每一个墓碑去记录，我们真的把每一个名字，然后有一些已经是斑驳了，然后有些是没有名字的，只有那个 unidentified Chinese or unidentified Malay，就是所谓的种族，然后后面挂弧写 M 或 F， 就是所谓的 female 或 male。一共开始的时候是118座。那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非常天真的一个方法，就是不如每一年的清明节跟513的前后，我们在那边等家属来。这听起来有点天真了，可是我觉得这是唯一一个方法能够等到家属的。我们等到不多，但是后来这些线索都成了我创作五月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脉络。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要也是非常天真的觉得，为了这件事情我第一次去买一个很好的相机，因为那时候我的相机是那种非常傻瓜的相机之类的，然后我买了这个相机，当然就是想说等到这些家属我就把那个相机架在那一边，就可以开始访问他们。可是几乎他们看到我们拿相机，每一个人掉头就走了，
就不敢。我发觉到我的出现是一种干扰，我的相机也是变成干扰，所以后来想了一想，我把相机收起来，就准备了录音机。录音机比较小嘛，有大有小的。后来就通过一种所谓的，他们祭拜完之后见到他们，我们就看到时机成熟了，可能就走前去跟他们聊天当然有一些愿意跟我们聊天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刚好我觉得成也广播员，败也广播员，因为有一些人认得我是广播员，他们说你訪問咗我之後要放喺電台唔得，他們就不願意了。所以後來我發覺我也乾脆把錄音機收起來，相機也收起來。我當時還想要拍紀錄片，那時候覺得想拍來，我心裡面有一個畫面，就是說有一個比較溫柔的一個方式做一個這個紀錄片，就是想要記錄來掃墓的幸存者的家屬的故事。後來發覺到這個也用不着，後來就乾脆的把錄音機也收起來。那後來我放在褲袋那邊，他們願意接受我的訪問，我就開，然後就這樣子，我們就進行到了2017年。2017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點。那當時因為有一個家屬，他在掃墓的時候，他就發現了那個有2架的推土機在旁邊，然後在進行着那種所謂的填土挖土的工作，他就很緊張了，他心裡面就有點不安的預兆說，這會不會是這個地方也即將要變成另外一個發展的項目。後來他去查，聽說這個地方要即將變成一個停車場，對，這很可怕。停車場你想要把所有墓碑都鏟平了，然後車子就停在那一些所有的遺體，所以我覺得這個畫面蠻驚心動魄的。那幸虧那時候因為剛好那時候不是清明節快要到了，只是沒有那麼靠近清明節，他就聯繫了龍雪華堂，那麼剛好一些龍雪華堂的組織就是開始動手做一些東西了，然後那時候我也知道了。那我們當時都很緊張，大家都覺得知道這座墳墓的人大家都很有意識，我們是時候要做一些事情來一起保護這座墳墓了。所以我那時候就用了1個星期的時間來籌備，就籌備了這一部義山。我們就在5月13號那一天開鏡，然後拍了2天，就關於一個家屬來掃墓的故事。然後5月拍，我拍完之後的隔了1個多月就7月就離開廣播了。對，後來就名正言順的就回到了電影這工作，然後當然也非常幸運的離開廣播之後的2個月，這部我的第1部短片就是入圍了釜山影展，所以我的這個電影路就這樣子走到現在。可以說是義山那一部短片，對，是這個五月雪的一個小小的前傳，或者是一個對，你可以說它是前傳，或者是這部電影，這是因為我們在非常短的時間，1個星期時間來籌備的，它算是這一部五月雪的一個留下一個伏筆吧，說我們可能會延伸變成長片，但是我們那時候只有能力拍短片，因為拍短片比較便宜，對，比較便宜，就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好，那在你去策劃想這個五月雪裡面的角色的時候，你剛才說嘛，他們其實有沒有一個原型的人，或者是有一些裡面的一些角色是你虛構呢，還是你是有參考一些角色在裡面的？因為在2009年一直到2016、17年就大概9年，大概9年到10年左右，說長不長，其實我們在裡邊我們有整理出來，因為我不能夠說我是完整的採集了20多個，因為當中有一些跟你見了面講幾句話，我不能夠把它當成是一個很重要，它是一個我們可以記錄在案，但是不能夠算是我們很完整的可以知道這個幸存者本身家屬的一些脈絡，所以我們從20多個人，然後零零散散，我們就整理出大概有14個人，比較算是知道他住在哪裡，然後他的家屬誰去世了，然後包括他有沒有找到這個家屬，包括那個墓園的那一個墓碑是他們的，然後當中當然有不少的，大概有蠻多的，1半以上就是
找不到，然后他们是拜祭那些无名的墓碑，对，那些蛮苍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找到那边的时候，他们跪在，他们选那些就是后面几个那些 unidentified 就是无名氏的这些墓碑，变成了这些家属当成是一种祭拜的对象，我觉得那个画面是蛮我常常想起那个画面哦，这个画面是马来西亚人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情。你想看你的家人去世了50多年，你找了很多年，你只能够找一个没有名字的墓碑来拜。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应该要去了解这件事情，他们并不是少数，可能我见到的是少数，可是可能全马各地可能不同的角落我们没有看到的，都有这样的人在寻找坟墓，而且他们默默的在做。然后你当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很卑微的，就是他们都说哎呀能找到就找到了，找不到就算了，可是我们还是会继续找。从他们这样子非常简单的这种心声当中，你会发觉到他们是我们马来西亚历史的弃婴，就是没有人理会他们在找着这个历史事件下面去世的人，因为他们连哀伤也被剥夺了，他们连祭拜，他们连清明，你看我们每一年清明节去拜自己祖先的坟墓，都可以去用金器啊红器啊去填补这些名字，他们连这个权利都没有。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连扫墓的该有的这个责任也被剥夺了。所以大家是否有去问过，到底马来西亚有多少在513事件下失去家人的这些后辈也好，或者是长辈也好，因为当中我遇到就70岁80岁甚至因为过了这么多年已经走了，所以他们你可以想象有一些是连死之前都找不到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属的坟墓。对，所以刚才我说到就是我们整理出14个当中，我们开始本来说要拍纪录片的，后来我说倒不如就拍一部剧情片。我当时最初的一个概念2017年拍完这个短片之后，我2018年就写了一个剧本，本来是想要写就是在2018年那个改朝换代之后，我写了这个剧本呢就想要说14个女人同一天从早上到傍晚，他们去扫墓的时候彼此遇见彼此的故事，一直到傍晚，然后14个女人就在那个坟墓那边。这是一种想象，这是比较温柔的方法，当然里边就涵盖了我在采集我对这一座坟墓的观察，甚至做其他社区513事件这些口述的时候，去综合了这些不同家属的一些心声。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是想要拍14个女人的故事，结果我就非常单纯的就写完了初稿之后去找一些演员，就是一些本地演员，然后我身边的一些演员的朋友，然后当中有一些我不熟悉的，就是朋友介绍的。结果我找了之后，他们一看到那个剧本的那个梗概跟那个介绍，我就看到他们脸色有一点，他们就说513事件比较不方便了你知道我们演员已经很难了，然后演这种电影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有可能很麻烦之类的。我以为是1个2个这样子，结果后来我找了很多的，然后每个人都说有一点就看了之后就跟我讨论说能不能改一些，可能不要按513事件，把513事件的这个背景给拿掉之类的。大概前后就半年之久吧。对，就5月那时候509大选之后，后来我发觉到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找演员的方法。后来我开始，所以那时候为什么2018年我去参加金马创投的那个剧本是南屋，本来是5月雪，我就发觉到这个5月雪应该要暂时放一边，
所以我先暂时把南屋拿过去参加，结果入选了，就是成为那一届的金马创投。然后过后我们在2019年也拍了之后2020年就疫情，对，所以五月雪就一直在改。然后结果在2020年去参加金马奖的时候，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就开始说，哎，倒不如我们想看能不能够找台湾的演员。结果这个剧本又改了改，我从开始的14个女人变成9个，我14个变9个，9个变5个，5个变3个，3个变2个。所以马来西亚第一个答应我们的是蔡宝珠，然后我觉得再找多一个吧，然后就到台湾去找，就找了万芳。所以我们就在那时候就想2020年刚好我们在金马奖的时候南屋得奖，然后同时我们的那个五月雪的这个所谓的创投也得奖，所以就名正言顺了，我们就在2022年终于有机会拍。对，所以我们算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觉到其实虽然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每一年的513事件的前后，大家可以看到网络媒体啊或者主流媒体，大家都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新闻企划主题会写513事件，可是要去拍513的电影这件事情是前无仅有。我不懂我不懂会不会是后无来者？不过你是前无古人啊。不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有拍过，只不过可能没有拿出来，甚至是没有在马来西亚上映。包括有纪录片，可能一些短的纪录片、长的纪录片。那剧情片来说，我们知道其实用电影来拍这种敏感的题材，基本上它就冒一个非常大的险。为什么呢？因为它需要用钱啊。你写文章，你做音乐，画一幅画，你不需要花很多钱。对。可是你要拍一部电影，你必须要投资方，你必须要有演员，然后你的工作人员、你的技术、你的后制，基本上就牵扯了很多钱，很多资源。对，所以想看，如果一个投资方毕竟是一个投资方，难道他知道这是一个敏感题材，他不可能要把这个钱投在一个冒险而且是随时随地会遇上问题的电影呢？所以是非常困难的。那时候我们就在参加了这个 CNC 这个金马创投，拿了一个 CNC 法国电影发展局的一个欧元的奖金，其实也不多。那么后来我们也非常庆幸的，新加坡的这个国家电影发展局 IMDA， 他们也投资了我们第一笔钱。我们那时候非常开心，因为觉得终于拿到了一笔比较可观的这个投资的辅助金。那么再后来，当然马来西亚我们就找到了声创娱乐，他也觉得好吧，就当成是投资这一部电影，也希望能够参与一部关于513事件的电影。那时候他说，赚不赚钱不重要，最重要是做一件很正义的事情。后来很难得，对，我觉得后来台湾那边我们也拿到了这个辅助金，所以基本上是我们结合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3方的这个辅助金来拍摄。可是你想看，如果有奖金或者辅助金来拍，很多人可能会拍一部比较有把握，甚至是在过程中没有那么难的电影。可是我们这部电影从我们开拍前的1个星期还是有演员退出，而且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找到一个演员小女孩，因为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小女孩是演万芳的童年。那万芳你大概知道她有一粒痣在这里嘛，结果我们就很天真说，能不能够在这个海选里面找到一个小女孩，又长得像万芳，又有这个嘴唇上面有一粒痣，而且那个位置我们结果找到一个300多个的那个海选，真的有一个小女孩，她那个痣一模一样的，然后样子也几乎很像万芳。所以可是问题是因为她没有演过戏，她是一个朴素的小孩，所以我们当时说，她妈妈说能不能够让她有一个训练班？我说当然没问题啊，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就请个老师给她上1个多月的那个演员训练班，就教她一些肢体啊，教她一些说话的技巧啊之类的，简单的一些演员的一些该有的一些知识。
结果在开拍前的1个星期，大概6天前，这个妈妈带着这个女儿过来，然后她语气很沉重的说：“非常不好意思，我们要解约可以吗？因为她的爸爸，就是女孩的爸爸，就不允许她演这部戏。我们当时还有6天而已要开拍了，而且好不容易训练了她整整1个月。那她说，她妈妈说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爸爸看到那个剧本。”因为她妈妈一直收着那剧本不给她的丈夫看，结果她丈夫就看到了之后就破口大骂：“你怎么能够让女儿去演《武夷山事件》的电影？因为我是公务员呢，你要让我丢掉饭碗吗？”我们当下听到了之后，我们了解，就是这种疙瘩，这种心里面的恐惧，每一个人都有。对于武夷山事件，后来他说要跟我们解约。那我说不要紧了，我们就解约，就完全和平解约，你也不需要付费，你也不需要付任何的，因为当然演员解约是要赔偿的，因为他是临时解约，已经签约好了所有演员，所以我们说我们了解他情况是无条件的解约，最重要是让你安心，因为在这种不安心的情况去拍这部电影，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那大家也需要对这件事情负责任。所以我们在临时6天里边找了另外一位我们有第2人选的小孩，没有选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立志，但那志可以点上去的。对，可是对我来说，我想那个气质比较像嘛，所以我们希望不要所属这位小女孩，所以我们就临时找了另外一位演员顶替上去。那么还没有开拍就有这样的对对，你波折，想，所以你想看我们从改剧本找演员到后来拍摄，我们整个拍摄其实是非常的低调，低调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场戏就是要拍那个事件暴动的那一晚，大家在逃，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拍那场戏的时候，大家都用特别的字眼啊，今天我要拍逃跑的戏，就是如果要说是暴动逃跑的戏嘛，可是我们每个演员也要封口说，不能够跟大家说你们拍的是什么戏。然后那天晚上我们也非常非常的焦虑，因为也不知道会没有事情发生。然后你想看，因为要喊救命啊，要喊很多的那些导浪啊，对，就不同语言的，也惊动到当地的居民。我们在一个老社区拍，所以种种的我们都需要考虑很多，如何保护演员，如何把整部电影拍得比较温和一点点。所以整个过程，所以我们选择在槟城拍是有原因的，因为滨州政府也特别帮忙我们，然后特别帮我们封了一条街，所以我们就跑到佛罗山贝里边非常部落的一个老街。很多人问我很奇怪，怎么会到那个佛罗山贝去？因为佛罗山贝那边的人烟比较稀少，只有平时大家吃榴莲的时候才会去。然后刚好那一条老街，它就保持得非常的原来的面貌，非常而且刚好是符合了我们要找寻当时候半山巴的12间店，它刚好就12间店，所以非常的符合。所以种种原因，我们就在整个拍摄是非常的低调，然后非常安静，然后非常平和，也非常庆幸的拍完了，就拍成了这部《五月雪》。这个过程很惊心动魄，但是又能够在很平和的这个情况之下就把它完成了，然后到现在它终于能够也在国际的影展里面大放异彩了，能够得到很多不同国家一些电影界的一些青睐。在这过程中你怎么看你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青睐呢？你觉得这部戏它能够吸引别人的最重要的那个点是在哪里？你身为导演，你有想过吗？我们每一次创作的时候，虽然这是我第2部电影，但是我觉得前面经历了20年、24年吧，就从我2000年毕业到现在，做了
24年的这些所谓的社区关怀，然后单单在市场街，我就在那边蹲在那边对就蹲了10多年对，然后乱葬岗也在那边守护了几年。其实很多的一些经历里边告诉我说，虽然是看不到未来你会做什么，可是这些历练它其实没有白费的。当我在创作的时候，尤其是把这些我听过的、见过的人，把它写成故事，它里边是有血有肉的。我甚至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当我们把他们故事写出来的时候，也许他不在了，可是他也许在某一个天空的角落，每一个他就会看着你在创作我的故事。如果他愿意保佑的话，他其实也会保佑你拍成这部电影。那我觉得这种创作方法，其实后来我发觉到，就不光是我在这样子来做，其实我认识的一些香港或台湾的朋友，他们都有很多是从事社区啦或者社会运动啦。我觉得当我们在拍电影的时候，我们故事里面多了一些真实感，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看过这些人，我们亲身的听过这些人的口述，所以我觉得我蛮庆幸的，就是虽然经历了24年才能够拍第2部电影其实24年毕业拍第2部电影，其实也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平均12年一部电影嘛，对不对？可是过程中你会发觉到第2部电影就能够到威尼斯影展，尤其是去年能够到威尼斯影展，这是好了不起，这是我人生当中我没有想过的。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我们老师说啊，你们的人生目标就是世界3大影展，无论你是坎城也好，威尼斯也好，就是柏林也好，能够进到其中一个影展，你们就人生可能就不是说完全改变，就是可以开拓你电影的这个生命。所以去年去到威尼斯的时候，我真正让我为这部电影拍完之后的最大的感触点是，在那个威尼斯电影宫，他们有很多的电影放映的，他们叫宫嘛，就是放映完之后呢，我看到前面我们在 Q&A 的时候，观众就是意大利人跟外国人，他们开始拿手机在那边 Google， 然后我们就看 Google， 原来马来西亚有513事件，你们513事件到现在已经过了多少年政府都还没有正式解密，哇，原来东南亚国家的马来西亚有这样的历史。我当下是很那种开心，不是因为你的电影在这里上映了，那种开心是你发觉到这个电影的目的就是你到了你这段历史在马来西亚依然是大家就避而不谈的，可是你去到一个国际影展的观众开始知道这件事情，知道了之后他们有一些不单只是观众，他们有一些是影评人，他们是记者，他们就会借他们的笔在写今年的威尼斯影展有一部电影，马来西亚的拍的是513事件电影他就会介绍513事件是什么，然后你会发觉到我们第一步就跨出去了。在国内我们不敢说，在国内我们电影都避而不谈，能够上映都不容易，可是在国外当它放映的时候，那个声量它就突然间为这个当年死去的人家属也好，我们借着这部电影给他发声了。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到事情是从国外传回来，好像比较有价值的。的确是这样子，这是避于无奈的一种做法。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当时观众开始在问513的事件的时候，甚至我还记得有一个意大利的观众，他问了一道问题说，请问导演你还安全吗？因为他很多想象嘛，他说他看到 Google 说既然这是一段非常惨痛的经历，而且到现在这个历史还没有解密这一段事件还没有解密，那你要拍这部电影你会不会连出国都麻烦，或者是回到马来西亚会麻烦？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没有的，其实马来西亚创作还是自由的，只不过我们回到马来西亚要上映的话，也许要通过电检之类的。然后说原来是如此。可是当这些观众此起彼落在问问题的时候，你觉得对话开始了，而且是从国外
影展的那个声量。的确，后来我发觉到，我回到亚洲的一些地区，像金马，在阿拉伯，我们在其他新加坡放映的时候呢，英文媒体开始在写，就是这部电影它用怎么样的方式在写。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促成我们为这个历史事件跨出第一步，非常重要。虽然是很小步，可是它是第一步。然后这次我们回来能够用了半年时间跟电检局来回的交涉，来回的讨论，而且在过程中是非常温和的。我必须要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多人很好奇说，这次我们面对电检局他们会不会有无理的要求之类的。我不是因为为了要保住这部电影，我必须要在今天用比较掩盖的方式去说任何事情。在过程中他们是非常温和的，他们温和到怎么地步呢？他跟我说了一句，有一个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电检局的一个评委，他是一个前宗教局的一个宗教师，他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很触动，甚至我觉得哇，我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讨论的时候，他说513事件都过了整整50多年，到底什么时候适合谈这件事情？没有最适合的时候，既然现在有人拍电影来谈了，就让他谈了。我当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的非常的婉转，可是你觉得他话里边藏了一个玄机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敢再踏出一步的时候，既然有一部电影谈了，那你觉得他还可以过得了我们电检局的把关，他不至于会让大家看了之后可能会互相的吵架或者互相的对立，至少用温柔的方式在说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们也考量了很多点，然后半年里面，你想通常一般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一般上的电影马来西亚的电影如果送检的话呢，大概1个星期到2个星期左右，最快看3天，我听过3天的就被 reject 3天就可以告诉你过还是不过关。通常贺岁片3天到1个星期就可以过关了。当然最长有时候是2个星期或者是1个月。我们这一部将近6个月，5个多月，将近6个月才有答案。所以你可想而知，它里边他们很挣扎。我站在他立场想，我在想说，如果我是电检局里边的委员说，大可不必就禁了他吧，就不用花那么多的力气来来回回，他也辛苦，我们也辛苦，而且如果上映了，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们也需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我刚才诚如我所说的，就是其实在制度里边很多人想要改变，可是他们不能马上改变啊，大家都是一步一脚印的想要突破一点点，突破一点点。虽然我们刚好你这部电影就是一个突破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希望不是最后一步，希望不会是最后一步。对，我希望不是最后一步。可是我觉得这个突破第一步虽然很多人关心说到底剪了多少刀啦，或者是什么样都好，我都会回答说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版本。可是在尽可能保留故事没有干扰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接受比如说消音之类的，一点点的消音之类的，但是还是上映了。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从我离开电台，我在制度里边离开之后，我现在又跟制度里边的人交涉，我也看到他们的进步，我也看到了他们想要突破，但是并不代表说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符合我们每一个马来西亚人民的意愿，这是很难的。对，接下来这一部电影在7月18号就要正式上映了，然后我们知道在16号的时候有一个首映，吉安你接下来会很忙的哦，接下来你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宣传啊，还有会不会办一些，会不会在电影中会有一些惊喜给观众啊，忽然去卸票之类的？应该有而且这一次万方也会过来，万方非常有义气，当他知道这部电影可以上映，他说再怎么样有工作再忙，他会留在马来西亚大概6天，
就陪着我们去走，从槟城到吉隆坡，然后我们还有一场在成品的这个讲座，然后还有一些卸票啦，然后还有包括首映啦之类啦，还有我们到校园去讲座。那么接下来当然上映之后的在23号我就要飞纽约，因为我们这部片子也入选了纽约亚洲电影节的竞赛单元。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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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真的觉得说这部电影的使命其实很多时候它在拍完之后我们才看到那个使命，因为我们知道这部电影的路能够走到多远。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到现在我们其实达到了一个我们最初跟最终，我当时跟万方也说过这件事情，跟蔡宝珠跟我们的投资方也说过这件事情。我们这部电影其实最初跟最终的目的其实只有2个，一个是希望能够借这部电影让更多人留意关注，大家一起来保护这座乱葬岗。因为这一座乱葬岗现在变成513墓园，比较温和的一个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只要这个墓园还在，我们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守护、和解，甚至是解密，它是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那甚至我觉得可能我这一生人没有办法看到的这个时刻，要等50年、100年才看到的。世界上任何的比较黑暗的历史事件，无论是可能这个德军的屠杀，就是所谓的那个纳粹的屠杀也好啊，或者是像南京大屠杀，或者是任何的二战的这种被杀害的人，出现了某一些地方的乱葬岗，包括历史事件乱葬岗。其实在真正要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我们必须要到达其中一天适合的时候，去鉴定里边葬了什么人，做历史的考古。因为里边我们不知道到底多少人在里边去世埋在那边，然后挖掘出来做 DNA 的鉴定。当然这番话是要在50年后可能才可以做的，可能我这一辈子的人看不到，但是我希望这个历史事件的这种所谓的考古也好，记录也好，是后人慢慢的可以承袭下去，所以这座乱葬岗就变得很重要。那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其实我们要一起去关怀这些历史事件当中活下来的人。我常常在有一些朋友就截图给我看，比如说当我们提到513事件或者某某历史事件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会留言像说啊，都过去这么久啦，就忘记啦，放下它吧，这些事件记起来有什么用之类的。放下牢对，放下，所谓的放下我必须要说，我们没有亲属，我们没有经历过历史事件，我们没有权利要求这些经历过的幸存者放下所有的伤痛。伤痛是他们的权利，他们甚至是可以继续的去追寻伤痛背后的真相。所以我们没有经历过，你可以不用理会，你可以不用关怀，但是绝对不要阻止或者是完全否定他们有伤痛的权利，这是非常不人道的。我也没有经历过，我没有经历过513事件。我的爷爷奶奶他听过有家属，他们虽然也走了，可是当我的爸爸妈妈对513事件有一些疙瘩或者是有一点恐惧的时候，我们要设法去聆听他们心里边为什么会有这方面的恐惧。我们活得现在很安逸，并不代表安逸的我们要去否定跟不去同理那些经过战争跟暴动的人。所以我觉得历史事件哪怕是冰山一角，它就教会了我们要同理，同理很重要。所以这部电影从头到尾你没有看到暴动，你没有看到一具尸体，可是里边的声音，甚至里边的当年敦国 Abdul Rahman 在戒严的时候的那声音，它就活灵活现的出现在当中。你就可以想象你是活在那一个时候的人，你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你只能够通过广播电台再告诉你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不能出门，戒严几点到几点，这是很难想象的。对，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苦痛，我们不要去否定人家经历的苦痛，反而是我们应该要同理他们，如果有机会去安抚他们，去关怀他们。对，所以这部电影基本上我们就站立在两个非常人道的议题，关注跟保留这个乱葬岗，这座513墓园，同时我们要去同理这些幸存者，他们有权利去寻找真相的那一天。有一位前 DJ 主持人上来访问真的是很轻松，因为你就回答了我刚才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你想要给观众说什么话，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2个点，你就已经很清楚的表达了你要说的。在电影里面有什么彩蛋是观众们可以去注意的吗？因为我记得好像以前南巫的那一部电影就有好几幕是导演亲自去声演的，所以在这个午夜雪里面有什么小彩蛋是可以再注意一下的吗？每一幕都是心血结晶了，然后电影没有彩蛋，但是电影里边比如说结束的时候有一张标题很重要的，献给然后我空格事件的罹难者，大家可以去填充。好，对，然后还有电影结束的时候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一个修女，她是当年陪着我做这个乱葬岗采集的。那时候她2009年她就帮我拍了一张照片，那一张照片就是那时候我头发很长，我就蹲在那个乱葬岗，我拿着那个相机在那边拍，然后她就帮我定格了。然后后来我重看这张照片，我觉得这张照片就是一个宿命，是帮我拍了这张照片之后，我人生长达10多年就蹲在那边等答案。所以我觉得我拍完这部电影，其实我也想走出来，因为你想看10多年来你心心念念的都在记住这个地方，然后你想看你整理出来的这14个女人，她都住在你的心里，这些家属住在你的心里，你可想而知14个人的悲伤，14个人的苦和泪都留在你心里，我要让他走出来。所以我觉得拍完这部电影之后我到现在还是做不到，就是比如说像可能过几天要上映了，我还会去那个乱葬岗去送个鲜花，然后我甚至像我们去威尼斯影展之前，我们还把那个明信片我们烧给他们给他们知道说这是我们第一版的明信片之类的。我们都会做这种比较，我觉得大家会觉得说你们做一些他们看到吗？他们听到吗？可是对我来说，这就是也在疗愈我们，想要弥补他们的缺憾。我的同理包括了我在想，如果我也是躺在里边的一份子，如果有一个导演或有一群这五月雪的这个剧组人员拍完戏之后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烧明信片给我们，送鲜花过来，我是躺在那边的人，我都会很开心，因为我被记住，我没有被遗弃，因为我是历史的一份子。现在我没有办法说话，我躺在那一边了，也许我投胎了，也许我到天国了，也许我到极乐世界了，可是我看到依然有人记住这段历史，我站在这个角度，我会觉得我做了马来西亚人仅有的一份小小的勉励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身为一个导演，不光是创作，你创作里边有时候也该有义务去关怀，去深爱你这片土地。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个大家去观赏这部电影的时候，可以去特别注意那一张照片，还有那一个最后的那一个标题，对，当然，就像吉安所说的，每一个画面都是你的精心沥血之作，大家要去好好的去欣赏。所以再强调一次，这一部电影是在7月18号就会正式上映，记得带你的家人，带你的身边的朋友，就去支持这一部电影，一部很难得
能够去讲述马来西亚的一个历史伤痕的电影，历史伤痕的一部电影吧。对，好难得，好难得，谢谢你，谢谢。今天呢，我相信观众朋友都很怀念你的声音啊，就希望可以通过现在可以通过你的这个频道里面，我广播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由你来传承。我还在努力的学习之中，所以今天再一次呢，感谢张导演、张其安导演呢，谢谢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去谢谢分享五月雪。有一个礼物要送给大家了，稍后呢就请导演在这个海报上去签名，OK， 然后我们就送给我们的观众。好，只要你在下面留言的话，然后我们就做一个抽奖，看哪一位幸运儿就能够得到这个海报。要不要万方也签呢？哇，那就实在太好了吧！对，那我们就也顺道万方到的时候，就我签了，万方签，然后蔡宝柱也签，好，比较完整一点。好，那我们就送给我们的这个观众咯。好，我们就只要你在下面留言，然后我们就randomly 的去抽那一位幸运儿了。所以再一次祝福《五月雪》这一部戏呢能够大卖，平安的上映，平安上映，对，好，最重要是平安上映，平安上映，对，所以也希望接下来吉安导演能够有机会的话再上来去宣传。我知道你应该有下一部的电影在做着后置中，对不对？所以应该很快还有机会的话就上来再聊下一部电影吧。好，谢谢大家。所以吉安还有什么东西要补充吗？有机会的话多爱这个国家一点点。对，没错，哇，好感动哦。好，那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为止啦。所以再一次谢谢吉安，然后也请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五月雪。好，那我是李伟康，我是吉安，谢谢大家。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